好，各位同學，之前的這個介紹呢，我們介紹了 FIR 的這個 filter， 然後我們也講了所謂的 convolution 的計算。那在講 convolution 計算的時候呢，首先呢，我們介紹了這個 FIR filter。我們說呢，是這個最簡單的例子呢，是一個三點平均的濾波器。三點平均的濾波器 ，y of n 呢等於1/3 s of n 加 s of n 減1加 s of n 減2，三個點的平均。然後呢，你把脈衝帶進去呢，你得到了脈衝響應。那脈衝響應這個 impulse response h of k，h of n。我們說，其實它跟三點平均濾波器的這個 BK 呢是一樣的東西，所以我們說，在 FIR 的例子裡面呢 ，BK 跟 HK 是同一個東西。然後從這個 BK 等於 HK 的計算呢，我們發現說，事實上我們可以把 FIR filter 的公式呢變成是 y of n 等於Summation h of k 乘上 s of n 減 k， 而這個計算呢，我們就稱它為 convolution。好，而且我們有一個特殊的符號呢，來表示 convolution。此外呢，我們說系統的 y 跟 y 就是輸出 ，x 就是輸入，輸入跟輸出之間呢，事實上可以用 convolution 來表示，也就是 y 等於 h 跟 x 的 convolution。x 呢是輸入訊號 ，h 呢是系統的 impulse response。那我們那時候有談到說，這個式子可以適用於，不只適用於 FIR 哦，其實適用於所有的 LTI system。那至於什麼是 LTI system 呢？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來介紹。那 LTI system 呢，顧名思義 ，L 就是 linear，T 就是 time，I 呢就是 invariant。LTI system 就是一個 linear time invariant 的系統。那中文呢，我們稱為線性且非時變。那當然，我們前一講呢，就介紹了一個 convolution 的計算。好，所以我們這個接下來呢，就要介紹什麼是一個線性且非時變的系統。好，我們說 FIR 它其實它就是一個 LTI 系統。那 LTI 系統其實是一個更大的一個，它的範圍比較大。那 FIR 呢，它的範圍是比較小一點的。好，這我們要知道。好，好，所以我們說，我們想要介紹 LTI 系統。好 ，LTI 系統。那事實上，我們先從我們的系統的 system property 開始看起啊。我們說一個系統它是 LTI， 那一個系統呢，它到底有幾項這個特性呢？是我們所關注的。有哪些？我們的系統畫起來像這樣子，有輸入訊號，有輸出訊號。那我們的系統在這邊，這個系統呢，到底有哪些性質是我們所關注的呢？第一個就是它的數學的表示方法。
第二個呢，它是不是 time invariance？第三個呢，它的线性度又如何 ？linearity。好，第四個呢，它的 causality。好，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非時變線性。那 causality 呢？如果你們查它的翻譯哦，它其實是因果。那其實比較簡單的想法是說，如果你要用比較白話一點講法，就是說你的系統呢，是不是適用於即時系統？如果你的系統呢，你的輸入跟輸出之間的關係，輸出你的計算呢，你必須要依靠到未來的輸入，那這樣就不是一個即時系統。那我們說它其實並不是一個 causal 的系統，它不具有因果性。好，所以這個 causality 好，有因才有果嘛。你有 input， 你有輸入，你才有輸出。好 ，no input， 好 ，prior to， 哦 ，no output， 說錯了 ，no no output prior to input。好，你沒有輸入之前呢，就沒有輸出。好，這個就是 causality。好，那我們一項一項來看這些性質呢，要怎麼來檢驗？首先是 time invariance。好，首先是 time invariance。你要測試一個系統是不是一個非時變的系統，是不是一個非時變的系統？那你可以說，你先把訊號輸入訊號，先做一個時間延遲。好，先做一個時間延遲 ，delay by n0，就是先做一個時間延遲。那這個時間延遲之後呢，它就變成是 s of n 減 n0嘛，啊，就是它的時間啊比較慢一點，啊，你的訊號有了延遲，那你先把訊號做一個時間延遲，然後呢，你再把它送到系統裡面。這時候呢，你的輸出角色叫做 Wn。接下來你把你的系統呢，好，你走另外一條路，先輸入系統，好，那你 y 輸入系統就產生 y，s 輸入系統就產生 y 嘛，你再把 y 做一個時間延遲，啊 ，delay by n0，變成這個。那如果這兩個訊號相等的話，我們就說這個系統呢是一個 time invariance 的系統，就是說你先做時間延遲，再送到系統裡面，跟你先送到系統裡面，再做時間延遲，這兩個動作呢是一樣的意思。好，你先把它做時間延遲，然後呢，時間延遲 s of n 呢，延遲 n0，比如說延遲1秒，
好，假設延遲1秒 ，s of n， 它就變成 s of n 減1。延遲之後的這個訊號，它是 s of n 減1。那也就是說 ，n 等於1的時候，1減1等於0，它才會等於原來的 s of n。好 ，n 等於1的時候，它其實相當於什麼？1減1等於0，相當於 s of 0。什麼意思？n 等於1的時候 ，s of 它相當於 s of 0。那 s of 你 n 等於1的時候，相當於 s of 0，才相當於原來的 s of 0。代表說你第1秒的時候，你才出現了第0秒的訊號。那你當然你的訊號是做了一個延遲，那延遲之後你才送到系統，變成 w of n。就是輸出訊號，那這是一個結果。那接下來是你的訊號呢，先送到系統裡面，你再做時間延遲。那理論上來講呢，理論上來講，這個系統如果是不會隨着時間改變的，你把你的輸入訊號做一個時間位移，你的輸出訊號呢就會產生同樣的時間位移。所以這兩個東西呢，它的結果是一樣的，就是說我拿着一個麥克風，在唱歌，我晚1秒唱歌，我的輸出呢就晚1秒才出來，而且呢，跟我第1秒，我如果同樣的歌聲，我在這1秒唱歌，輸出的結果跟下1秒唱歌。然後這個系統輸出的結果都是一樣的，代表我這個系統不會動嘛？我這個擴大器它是不會動的。我第1秒唱歌跟我第2秒唱歌的結果是一樣的，那代表說什麼？代表說這個系統不會隨着時間變化。好，那這個動作呢，就叫做time invariance。好，就是非时變的。那我們其實也可以很簡單的舉一個例子啊，假設 yn 好等於1/3的，好，就是我們之前的這個3點平均系統。它就是一個非时變系統，好，它就是一個非时變系統。假設我先把 x 先做一個時間延遲，好，我先把它延遲 n0，也就是我把這個 s of n 呢，帶 s of n 減 n0帶進去，好，帶到這個系統裡面去。那訊號呢？好，先延遲嘛，再送到系統變成 wn，w 先延遲，訊號先延遲，再送到系統裡面去變 wn， 也就是 wn 呢，它就等於1/3的 s of n 帶 s of n 減 n0， 也就是 s of n 減 n0 加上 s of n 減 n0 減1，加上這邊多了一個1/3 s of n 減 n0 減2。好，這是第一條路，就是你的訊號呢，先延遲，再送到系統裡面去。那我現在走第2條路，先送到系統裡面，再做时間延遲，就是
y 的 n 減 n 零。我有原先的訊號是原先的公式在這邊嘛，我要求 y 的 n 減 n 零，啊，那它就是1/3的 n 代 n 減 n 零嘛 ，s of n 減 n 零加上 s of n 減 n 零減1加上 s of n 減 n 零減2，啊，其實這兩個是同一個東西。所以我們知道說這個呢是 time invariant 的 system， 啊，它是不會隨着時間變化的 time invariant 的 system。那接下來你就說，老師，那你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是 time invariant？ 不 ，time variant 就是它會隨着時間的變化，它是一個時變系統。好，那我可以很簡单的舉一個例子，假設 y of n 等於 s of n 的 n 次方。假設我有個系統是這樣子，輸入訊號 y of n 呢等於輸出訊號 y of n 呢等於輸入訊號的 n 次方。我第一個時間點 n 代1是1次方，第二個時間點呢是2次方 ，n 代3是3次方。n 代4是4次方，每一個時間點送进來，它的次方是不一樣的。那是不是它就是一個 time variant 的系統？好 ，time variant。好，那如果不是那麼容易看得出來，你当然可以用导正的方法。那這個其實很容易看出来，它就隨着你的这個 time variant 嘛，那還是這樣 y of n 倍的 s of n， 每一秒進來它放大倍率不一樣，越後面放大倍率越強，所以它也是 time variant， 對不對？你每一秒每一個時間點 n 的時間點，你放大倍率不一樣。這一個就是time variant 的系統。好，這第一個 time invariance 非時變系統。那接下來呢是這個 linearity， 就是線性。好，線性怎麼測試線性呢？線性系統是這樣子。好，它通常滿足乘法跟加法。第一個是乘法，就是如果我的輸入訊號，我講話的聲音是2倍大，我的麥克風系統嘛，我講話的聲音2倍大，那我的喇叭呢就輸出2倍大的聲音，這是一個叫做就是乘法啊，或者是我們講 scaling， 我們給它一個倍數，我的輸出訊號就是會有同樣的倍數。再來是疊加法，如果一個麥克風，我是男生的聲音跟女生的聲音，2個人同時對着一支麥克風唱歌，我的輸出訊號呢會等同於什麼？我先把男生的聲音錄起來，對吧？女生的聲音錄起來，先經過系統之後，然後再把它合起來。這2個動作呢是一樣的。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這個系統呢就是線性系統。所以你用這個圖形來看呢，它就是輸入訊號 S1， 啊，我2個人，一個男生聲音，一個女生聲音，它先分別送入系統，之後你在它的輸出端呢，把它們各自乘上一個數字，再加起來，各自乘上一個強度呢，然後再把它加起來，稱為 W of n。
或者是你在輸入的時候啊，他們先各自乘上一樣嘛，阿爾法、貝塔，各自乘上阿爾法、貝塔，再加起來，之後才送入系統。好，我們產生的這個輸出，這兩個如果相同，我們就說這是線性的，就是你先加再送入，或者是先送入再加，這兩個動作要是一樣的，好，這個系統呢就會是一個線性系統。好，所以我們的線性系統是這樣的。好，我們系統如果是線性的，它一定好，系統是線性的，它一定滿足一 scaling。好 ，scaling。好，如果把輸入 double 了，那呢，輸出呢就會 double。2疊加 superposition 就疊加。好，兩個訊號相加在一起呢，就是 S1 加 S2 送到系統裡面以後，會得到 Y1 加 Y2。好，其中 Y1 跟 S1 的關係就是 S1 of n， 它送到系統裡面，就是 Y1。S2 of n 呢，送到系統裡面，它就是 Y2。好，如果是這樣的系統呢，我們就稱呼它是一個線性系統，好 ，linear system。那基本上3點平均濾波器，它是一個單純的加法，好，它是一個单純的這個加法跟乘法，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線性系統。所以我們說 FIR 它是一個 linear system， 它是一個 linear system。那，那 linear system 呢，我們有講到，就是它就會有我們的這個 convolution 的特性。如果是 LTI 系統，啊，如果是 LTI system， 好，如果是一個 LTI 系統，它呢，整個系統呢，好，我們可以用單純的使用脈衝響應，好 ，characterize， 好，我們可以用 impulse response 呢，能夠來完整的來表示它 by impulse response。就是如果这個系統是一個 LTI 系統的話，那它的 impulse response 就代表了它整個系統的特性。你系統是一個黑盒子，你丟一個 impulse 進去這個黑盒子裡面，你得到的反應就是 impulse response。那這個 impulse response 呢，它的
我們就能夠得知這個系統裡面它到底有什麼功能。好，我們讀出了裡面，比如說 FIR 來說，我們讀出了裡面的 FIR 的這個係數。第二個呢，如果是 LTI 系統的話，我們就可以用 convolution， 也就是 y 呢等於hn 好跟 x 的這個 convolution。好，如果是 LTI 系統的話呢，我們就可以，它一定有 h of n， 而且 h of n 呢就足夠於描述這個系統了。怎麼描述？系統的輸入跟輸出關係呢，就是可以用 convolution 來表示。但如果你不是 LTI 系統的話，那你的輸入跟輸出呢就不能夠用 convolution 來表示。那在我們這門課裡面呢，我們所關心的全部都是 LTI 系統，我們並不會去關心nonlinear system。所以 FIR 系統呢，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LTI 系統。那我們就可以用 convolution 來計算它。好，那 convolution 是這樣子。好，你的系統 y of n 呢等於 h of n， 好，跟 x 的 convolution。convolution 你可以用這個公式來描述 ，y 呢等於 h of n 呢跟 s of n 的 convolution。那你可以写成公式，它呢等於 k 從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h of k s of n 減 k。那事實上，我們把這一裡的運算呢做一個變數變換，我們令一個 r 呢，它等於這個 n 減 k。好，假設我們令 r 等於 n 減 k， 它就可以寫成 r 等於 n 減 k 嘛，就是n 減 k 是 x 嘛，好，我把這兩個位置調換，好，這兩個位置調換變成 s of r， 那 k 呢變成 n 減 r，h of n 減 r。那 k 是負無窮大帶進去的話，好 ，k 是負無窮大帶進去 ，r 就是正無窮大。那 k 是正負的带進去呢，這邊是 n 減 k 嘛，所以變成是一個正無窮大。所以 k 本來是這裡的參數變成 r 嘛 ，r 變成是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那負無窮大帶進去，它變正無窮大。不過你是加法嘛，你從正的加到負的，跟負的加到正的，其實是一樣的東西。所以 r 呢，它變成是負無窮大加正無窮大。所以你看了這個公式，這個看起來不是就是 x 跟 h 的 convolution 嘛？就兩個函數的 convolution。如果是 h 跟 s 的 convolution， 它寫成這樣 ，h 在前面嘛，所以 n 換成 k，n 換成 n 減 k。那你把它調反 ，s 跟 h 的 convolution，n 換成 r，n 換成 n 減 r。然後我的加法，這就是加總的是 r， 以 r 當參數來加總。所以我們說 convolution 是一個什麼樣的計算？它是一個可交換的計算，它跟乘法是很接近的，它是一個可以交換的計算。接下來要介紹的呢，事實上是這個 FIR 系統的這個硬體的架構。除了 convolution 以外呢，
我們想要介紹這個 FIR filter 的硬體架構。那當然呢，它其實也是一個以示意圖的方式呢來表示 structure。好，我們想要用一些硬體的示意圖呢來表達呢 FIR filter。那其中呢 y of n 等於，好，我們再把它又回到之前比較簡單的即時的訊號處理，它呢從0開始。好，那我有一些 FIR filter 的參數 n 減 k。好，那如果我要把這個 FIR filter 的這個系統呢，用方塊圖的方式來畫出來呢，我們首先要看到這裡這個 FIR filter 的計算呢，它總共有哪些成分？好，那有哪些運算的成分？基本上有乘法，有加法 ，BK 乘它就是乘法，有加法，還有時間延遲。所以我們有加、乘跟延遲這3個東西。其實我們要完成一個 FIR filter 呢，我們只要有3個元件：加法、乘法、時間延遲。這3個運算的這個單元呢，我們就能夠完成它。所以乘法呢，我們剛才其實已經看過了。我們呢可以用這個符號來表示。好 ，S of n 呢，經過乘法等於 y of n。那加法呢 ？S1 of n，S2 of n。好，我們送到一個加法單位，我們畫成這樣子加法。好，我就用這樣的一個加法單元。那時間延遲呢？好，我就用這個單元來表示。Unit delay 把訊號做一個時間的延遲。那這如果在我們的數位電路裡面，我們可以說，我們可以讓我們訊號呢延遲1個 clock。那同學可以想一下，什麼樣的電路呢，可以讓我們的訊號延遲1個 clock？是不是我們以前學過的 D flip flop？ D 正反器，它其實就可以讓我們的訊號延遲1個 clock。所以這個可以做到，加法電路也做到，乘法電路也做得到。你用你的電路就可以 implement， 好，就可以實現出一個 FIR 的系統。那假設我們今天要實現一個 FIR 的系統呢，它是這樣子，我有4個參數，好，我有4個參數。它是一個 y of n， 好，等於 b0 s of n， 就是我有4個參數的這個 FIR 的系統 ，b1 乘上 s of n 減1，加上 b2 乘上 s of n 減2，加上 b3。S of n 減3。假設我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系統，要用硬體方塊來實現。好，那我們要怎麼做？我一步一步來嘛。首先我有 S of n， 好，我有 S of n， 那我就把 S of n 呢怎麼樣？乘上 B0， 好，乘上 B0，
接下來我要它加上 b1 乘上 s of n 減1。那 s of n 減1是什麼？我的輸入訊號是 s of n 啊，那我要怎麼樣得到 s of n 減1？就是其實我需要把它做一個時間延遲，也就是 unit delay。之後你這個訊號怎麼樣？你就變成 s of n 減1的，對嗎？那接下來呢？怎麼樣？你必須把它乘上 b1， 好，乘上 b1。那以此類推啊，你要 s of n 減2，你就再把它做上，就是再送入一個時間延遲。它就变成 s of n 減2。那 s of n 減2呢？你乘上 b2。那接下來呢？你再送入時間延遲。好，你就得到了 s of n 減3。然後呢，你要把它乘上 b3， 那最後呢，怎麼樣？你把它們這4項全部加在一起，好，把這4項全部加在一起，就是加在一起，加在一起，加在一起。你把4项都乘上它所对應的 FIR 的參數，然後再把它加在一起。你就得到你的 y of n。所以我們知道說，其實你要完成 FIR 的計算呢，基本上你就是用這3個元件，好，你就可以完成你的 FIR filter 時間延遲，好，用 D flip flop 可以完成加法器，好，你用數位電路可以完成加法器。那當然乘法器比較難，但是也是可以完成。所以你可以用這3種元件。延遲、乘法、加法，好，你就可以合成出你想要的這個 FIR 的系統。好，最後我們的系統，好，我們的系統，假設我把2個系統連接在一起，好。我把2個系統連接在一起，那它就變成是，我有一個訊號是，s of one，s of n， 好，然後呢，送到一個系統裡面去。我們稱它為 LTI1 好了，1好了。而這 LTI1 呢，它的系統的這個 impulse 就是 impulse response 脈衝響應呢是 h1 of n。那接下來呢，我再把它送到一個系統裡面去。
LTI2 H2 of n y of n。这個系統呢，我們稱它為 LTI1 好 LTI2。那中間呢，我們稱這個送入的訊號經 S1 送入系統裡面去之後，好，得到的是 W 再送到系統裡面去呢，變成 Y。那事實上，我們之後我們懂了這個 LTI 系統跟這個 impulse response 之後呢，我們會知道說，第一個，當我在第一個系統裡面送入脈衝的時候，第一個系統裡面送入脈衝，它的 impulse response 當然是 h1 of n。那第二個系統，如果你要把這個系統看成是一個大的系統，我想要知道說，這個大系統的脈衝響應是多少？我相當於我在輸入端我送入了一個 impulse 進來，對不對？然後呢，它的脈衝響應呢是 h1 of n。那接下來呢，我再把 h1 of n呢怎麼樣？再送入 LTI2， 這時候相當於是什麼？因為它是 LTI 系統嘛，它的輸出呢就會是 h1 of n 跟 h2 of n 的 convolution。也就是說，這整個大系統，這個整個大系統，我們叫它一個 LTI 系統，它的脈衝響應呢，假設 是 h of n 的話，那這個系統的 h of n， 它就等於 h1 of n 跟 h2 of n 的 convolution， 這樣懂嗎？你把兩個系統連接在一起，那這兩個系統合起來的這個脈衝響應呢，就是 h1 of n 呢跟 h2 of n 的 convolution。那兩個 LTI 系統連接在一起，它自然而然還是一個 LTI 系統。線性、线性，兩個都線性嘛，兩個都加法，那當然不會動。兩個都不會隨着時間變化，所以它合起來的系統也不會隨着時間變化。所以兩個合起來的大系統呢，它就是 H1 跟 H2 的 convolution。那還記得我們剛剛講過，convolution 是可以交換的，convolution 是可以交換的。也就是說，它會不會等於 H2 跟 H1 的 convolution？ 好，你的大系統等於兩個 impulse response 的 convolution， 這第一個。第二個呢，它們可以交換，預算可以交換。也就是說，你把這兩個訊號，把這兩個方塊圖把它交換。假設第一個是3點平均系統，第二個呢4點平均系統。你先做3點平均，再做4點平均，跟先做4點平均，再做3點平均，這兩個的結果呢是一樣的。這是 convolution 跟這個方塊圖呢，可以帶給我們的一個觀念，就是交換系統呢，就是系統的前後順序對調，只要它們是 LTI 系統，你前後對調是可以的。好，這樣懂哈？好，所以這個呢就是我們的 LTI 系統。那我們就講到這邊。